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公每出轨一次，都会送我一只玉镯。结婚4年，我攒够99只，原谅了他99次。这次他出差3天，回来买了一只价值1000万的地黄绿玉镯。我知道，我该和他提离婚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江晨回家时，我正将人流术后注意事项扔进垃圾桶。3天前，老公出差时陪小姑娘过生日，当看到生日礼物是100万房子时，我情绪激动，意外流产。刚出院回到家，看着首饰盒里的99只玉镯，我没遵医嘱点了炸鸡和冰可乐。江晨走过来，将炸鸡可乐丢进垃圾桶，责备道：“你胃不好，不让你吃冰的，你怎么还吃？”他又从包里拿出一只昂贵手镯，专门给你买的，费了不少功夫才弄到。我瞥了一眼，居然是地黄绿翡翠手镯，罕见的好货，估价要大几千万。江晨没说谎，这种奸货确实不好弄。他估计费了不少人脉，若是婚前收到这个玉镯，我会高兴到跳起来亲他。可如今我不仅没有半点欣喜，甚至连是戴的欲望都没有。江晨见我不说话，弯下腰看我，生气了，是不是那天我没陪你去墓地看你妈？要不现在陪你去？我微微垂眸，平静道：“不用了，3天前是我妈忌日，现在过了。婚前，我和江晨达成共识，任何节日我都可以不过，但是我妈的忌日，她一定要陪我见我妈。前3年，她都专门抽出时间陪我。可那天下班后，我打她电话，她语气温柔地说早上去了外省出差，问我什么事。我算了算，今天只剩晚上10点的航班，江晨赶也赶不回来。最终，我一个人来到墓地，在我妈坟前，我得知江晨出差是为了陪小姑娘过生日，他豪送100万房子当生日礼物。那一刻，我气得当场流产。那天是咱妈忌日，抱歉老婆，我忙忘了。江晨诧异地看着我，他眼底的意外不像是装的，他内疚地半跪在我面前，拉起我的手哄我：“老婆，我买东西补偿你好不好？要不再买一个成色更好的地黄绿玉镯，这个玉镯是2000万，我再买个3000万的玉镯。”从第1天谈恋爱至今，江晨每次做错事都会先低头认错，接着他会给足情绪价值，再狂暴金币。相恋的这6年里，我没见他发过一次火。外人眼里，他是好的不能再好的3好老公，只有我知道，这段表面华丽美好的婚姻，内里有多么腐烂不堪。我刚想提离婚，肚子突然咕咕叫，江晨心疼地揉揉我的头，哄小孩一般的语气：“我先煮粥给你喝，你慢慢想，是要玉镯还是要房子？”江晨刚进厨房，他放在茶几上的手机突然震动，我拿起手机，是柳依依的消息：“江晨哥哥，谢谢你送的大 house， 人家这3天超开心的。”我心微微颤抖，点进女生的朋友圈，女生的背景图是她和江晨的合照，两人站在山顶，太阳高高升起，女生面对镜头甜甜地比了个耶，江晨背对着她，露出半个酷帅的背影。我指尖微颤，开始往下翻阅她的朋友圈，女生近3天更新的内容都和旅游和江晨有关。她在身边，我又可以拧不开瓶盖了啊！我的 crush 她笑起来好好看，给大家开开眼，这是女明星和她的霸总男友。她的每一条朋友圈，江晨基本都点赞了。最新的一条，女生发了江晨送我的那只地黄绿翡翠手镯，哦，好丑的玉镯，
送给我都不要，只有这一条朋友圈。江晨没有点赞，手机突然再次震动。江晨哥哥，你一走我就喝多了，今晚能来陪我吗？我皱了皱眉，厨房突然传来江晨温柔的声音：老婆，快煮好喽。我将早就准备好的窃听软件传送到江晨手机上，下载安装隐藏后，我迅速清除痕迹，将手机放回茶几上。江晨正好将虾粥端了出来，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薄唇勾起不易察觉的笑。下一秒，江晨故作为难地起身：老婆，公司那边有事，我得过去一趟。我若有所思地拿勺子搅拌着碗里的粥，要是事情多，你今晚在公司过夜吧。好。江晨心底一喜，离开前还贴心地给我放好泡脚水。江晨走后，我将地黄绿玉镯放进首饰盒里，每个首饰盒能放20个玉镯，这是第5个放满的首饰盒。3年前，江晨公司第一次传出他和小姑娘玩暧昧，当天他立刻放下工作，紧急回家和我解释。他说，那都是逢场作戏，职场需要，他这辈子只爱我一人。为了表示歉意，他买了第1只玉镯哄我开心。那只玉镯只价值2万，可我收到时还挺开心的，因为那代表着江晨的态度，也代表他懂我的喜好。直到后来，他送我的玉镯越来越多，价格也越来越高，我慢慢就笑不出来了。就在半年前，我生日那天，收到第80只玉镯时，我心如死灰地和自己说，攒够100只玉镯就提离婚吧。半个小时后，我的手机传出女生撒娇的嗲嗲声音：哥哥你来啦，好想你啊。这是江晨手机的窃听软件在联网窃听，并实时传送到我手机上。江晨果真去见柳依依了，不是你让我过来陪你。喝多少了？女孩哼一声，娇俏道：骗你的，我没喝，我就是不想你陪母老虎嘛。那边安静几秒，江晨的声音有些阴冷：柳依依，不要这么说她。柳依依不屑地嗤了一声，似是有些不情愿。知道了，不能说她是母老虎，哪怕她不在，也不能说她坏话。哼，他要是知道你这么维护他，不得高兴死。女生一串话中多少带着恼火。江晨重重叹了口气，一把将他扯过来：别气了，过来亲亲。一阵黏腻的吧唧亲吻声传来，随着关门声响起，窃听软件突然安静下来，两人孤寂进了卧室。半个小时后，手机传来两人微弱的谈话声：陈哥，你答应我的事情搞定了吗？球球都走3天了。柳依依嗲嗲的撒娇，声音满含期待。江晨有些犹豫，语气却依旧宠溺：明天我陪你去，记得低调点，别被许嫣知道。我狠狠皱眉，球球是柳依依的狗，她死了，江晨答应她什么事情，还强调不能让我知道。还没等我想明白，江晨就把手机拿回卧室，两人一晚上啪啪3次。我盯着天花板，一直睁眼到天亮。很早之前，我就听过柳依依这个名字，她是江晨的高中学妹兼白月光，两人在校园时期挺恩爱的，公开时却遭到江家人的阻碍。听闻江母当年私下查过柳依依，不知查到什么，江母和江父一致决定要阻止两人在一起。江晨极力反抗半年，不料柳依依先妥协了。同年，他被江母送出国读书，江晨因此颓靡了几年，直到遇见我，他才慢慢放下柳依依。我本以为他和我结婚时已经彻底放下了那段感情，可我显然高估了自己。我再次点开柳依依发的那张房产证照片，这3年来，江晨给小姑娘们买过不少东西，
但仅限于包包、项链和鞋子，还是他第一次买房子。隔天一早，江晨回到家，他看着我泛青的双眼，坐在床边搂住我，心疼道：“老婆，昨晚没睡好。”我揉了揉眉心，有些抗拒他的接触。能帮我煮碗面吗？好啊，当然，你可是我老婆。江晨宠溺地捏捏我的脸，仿佛昨晚什么都没发生，转身进了厨房。我迅速拿起他的手机，打开他和柳依依的聊天框，手机显示最新的聊天记录是10分钟前。你应付完他，就来接我去他妈妈的墓地吗？保密，别跟任何人说。放心，哥哥，我封嘴爱你哦。不知为何，这聊天记录看得我浑身发寒。两人去我妈墓地做什么？我刚吃完早餐，江晨说要回公司，我不放心，去打印店打印了一份江母当年调查的关于柳依依的案件资料，跟着开车去到墓地。2个小时后，我刚进墓地，远远的就见到两人站在我妈坟前。柳依依一袭黑衣，她手里抱着骨灰盒，神情哀伤。江晨站在她身边，指挥3个保镖挖我妈左侧的空墓地。两人都背对着我，没见到我缓缓走近。很快，空墓地被挖出一个深坑，柳依依弯腰将骨灰盒放进去，哽咽道：“我的球球，妈咪终于给你下葬了。球球，骨灰盒，下葬。”我脑子胀得发疼，几步走到柳依依面前，一巴掌扇在她脸上。柳依依，谁允许你动这个空墓地的？柳依依委屈又诧异地看着我，似乎是意外我的出现。我咬牙切齿，又重重地扇了她一巴掌。立刻，马上把这个骨灰盒拿走！我鲜少在外面发火。当年我埋葬我妈后，斥巨资买下她左右两边的2块空墓地，打算留给我爸和我用的。毕竟我妈临终前的唯一遗愿是希望我们一家3口葬在一起。没想到今天居然被柳依依抢先拿来葬狗。柳依依被扇得双颊通红，整个身子娇弱的都贴在江晨身上。她小声哭泣，委屈告状：“陈哥，母老，他打我。”江晨黑眸闪过一抹异色，显然没料到我会出现在这里。他往后退2步，避免和柳依依接触。“老婆，你先冷静冷静，你听我解释。”江晨伸手想搂我，柳依依先一步横在我们2人面前。江晨俊脸瞬间黑沉，柳依依无辜地仰头，一边抽泣，一边缓缓露出被我扇肿的双颊。江晨斥责的话语硬生生憋了回去。“老婆，你听我说，我可以解释。”我冷冷盯着江晨，只觉得现在的他很陌生。我不想听，你让他把他狗狗的骨灰盒拿走。江晨叹了一口气，他不是故意将狗葬在你妈墓碑旁的，他找了个大师咨询，大师说这块风水好，利于狗狗转世投胎。他心善，只希望狗狗投个好胎，他也答应我不立墓碑。大师也说先买狗，后续不会影响人下葬。你看这样行吗？我气得浑身颤抖。不行，这个骨灰盒必须拿走。江晨，你也知道我妈生前最怕狗，你如果放任她将狗的骨灰盒埋在这里，我们现在立刻去离婚，我妈肯定接受不了你这种女婿。你也别忘了，我妈生前待你不薄。我第一次提离婚。江晨脸色凝重。老婆，柳依依突然哇哇大哭。嫣姐，我听陈哥提过你，不过你这么大年纪的人，怎么还那么小心眼呢？我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，可这么小的事，明明你通融就行了，你非要闹大。既然你纯粹想要发火，那你冲我发火好了。我心疼陈哥，我目光冰冷盯着他。你想让我冲你发火？行，我满足你。我抓起他的头发，
拖着她往保镖刚挖好的坑面前走，又使劲儿踹了她一脚。柳依依被迫蹲下，哭得更是花枝乱颤，楚楚可怜。我眼睛都不眨，你现在就把骨灰盒拿走，去我妈坟前和我妈下跪道歉，不然我能撕了你这张矫揉造作的小三脸。柳依依拿起骨灰盒，委委屈屈地看着江晨。江晨俊脸骤然阴沉，行了，他狗狗的骨灰盒也没埋进去，你逼他向你妈跪下道歉，这样有些逼人太甚了。我气得心脏突突跳，我逼人太甚，究竟是谁先逼谁的？市里有那么多墓地，他不选，他假模假样找个大师说这里风水好，非要饶我妈清净，他居心何在？柳依依委屈哭泣，嫣姐，你别骂陈哥，我现在跪。江晨伸手制止他，心疼地帮他拿起狗狗的骨灰盒，不用跪，我先带你去把球球埋了。两人肩并肩转身离开，留我一人站在原地，仿佛从头到尾做错事的人是我。我自嘲一笑，转身叮嘱3个保镖将挖空的墓地填满。突然，我注意到我妈墓地右侧那块我斥巨资买下的空墓地，不知何时换了个新墓碑。我扫了一眼，咬牙切齿道：柳依依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妈右侧的空墓地，你埋狗进去了！被我一吼，柳依依水眸瞬间闪过一抹心虚慌乱，她低着头，死死抓住江晨的手。陈哥，我怕。江晨冷脸甩开他的手往回走，诧异地往我妈墓地右侧看去。柳依依，我不是说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右侧的空墓地不能动吗？柳依依崩溃大哭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闺蜜的狗狗上星期吃葡萄死了，没地方埋。那个大师和我说，两狗护身能保护死者，我也是为了嫣姐好啊。柳依依句句不离道歉，态度卑微。可细看的话，她眼里分明藏满挑衅和得意。我妈左右两边的空墓地居然都被破坏了。这一刻，我想到了柳依依的心都有了。我妈从小就宠我疼我，她死于车祸，未能尽孝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这3块连着的墓地，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，如今全被柳依依破坏了。我几步上前，一把扯过柳依依的头发，又踹了2脚，直接扯她在我妈坟前跪下，跟我妈磕头道歉。柳依依膝盖红肿，疼得嚎啕大哭。江晨心疼地将柳依依拉起，护在身后。我恨得咬牙切齿，拿起包去砸柳依依。江晨侧身挡在柳依依面前，包包的金属瞬间划过江晨的脸，划出一道深可见骨的血迹。一瞬间，我们3人都愣了。柳依依心疼地冲我大吼：够了，不就是3块挨在一起的空墓地吗？我重新给你挑3块，你到时候将你妈的骨灰盒挪出来再下葬不就好了？干嘛打人呢？他瞪着我，随手往墓园一指，这3块空墓地行吗？那边也有3块空的，实在不行我赔你5块空墓地。江晨一手捂着脸，一手捂住柳依依的嘴，阴沉道：行了，你别再惹事了，先回去。柳依依一愣，委委屈屈地看着他，用着最卑微的语气道：怎么每一次我和他有矛盾，你都站在他这边，你就不能依我一次吗？江晨皱眉，神情有些挣扎。我冷冷一笑，下一秒，我抢过柳依依手里的骨灰盒，做了一个让江晨和柳依依都惊讶的举动。我将骨灰盒打开，往前一扬，直接洒到柳依依脸上。柳依依躲闪不及，头发身上全是白色粉末，她双眼泛红，气得要来打我。你居然扬了球球的骨灰，我把球球当儿子一样养的。江晨脸色骤寒，见柳依依哭得上气不喘下气，
他冷声斥责：“许嫣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依依一直喜欢小狗小猫，你扬了球球的骨灰，不是想要他命吗？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歹毒了？”我面无表情地盯着哭得歇斯底里的柳依依，又看着江晨：“你确定他爱狗吗？你问问他，他是爱狗还是虐狗？”柳依依眼底闪过一抹慌乱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我冷冷一笑，一字一顿：“柳依依，回答我，你确定你是爱狗人士吗？”柳依依慌了，她哽咽着求我：“行了，嫣姐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你羡慕我比你年轻漂亮，可是你也不能污蔑我呀。”我污蔑了，我气笑了。江晨心疼地拿出纸巾给柳依依擦眼泪：“许嫣，你别闹了，你先回去。”我快气炸了。我看着相依拥抱、互相取暖的两人，从包里拿出早就打印好的11年前的案件复印件，我直接甩到江晨脸上：“你不是不相信我的话吗？你要的证据都在这里。你以为你爸妈当年为什么不同意你们在一起？还不是查到了柳依依虐狗虐猫的事情。当年江晨带柳依依回家住了3天，告知江母他喜欢柳依依，想和她趁早订婚。江母是事业型女强人，她立刻私下找人去调查柳依依。这一查，江母直接翻出了柳依依初中虐杀邻居家的猫狗，被邻居起诉的案子。更让江母气愤的是，她发现江晨带柳依依回家住时，柳依依偷偷把她养的3只猫都虐待了。自此，爱猫狂魔江母格外厌恶柳依依，千方百计阻碍两人在一起。可没想到江晨动了真心，江母没办法，只好去找柳依依谈，拿出他的案子，才逼得他离开。不过柳依依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她让江母支持她去国外读书，并且要江母永远保密虐猫一事。柳依依看出不对劲，疯了一般去抢案子复印件。可江晨手快，他借用身高优势抢到后，迅速扫了一眼，俊脸瞬间阴沉：“你真的虐猫虐狗？你骗我！我没有。”柳依依疯狂摇头，她恶狠狠瞪着我：“你想污蔑我，对吧？才用了这种烂招。”我双手环胸，看着江晨，平静道：“你可以去找人查，到底有没有这个案件。当年你妈就是因为她虐猫虐狗，所以才阻止你们在一起。江晨，你想想，一个虐猫虐狗的人，又怎么可能在狗狗死后好心将狗烧成骨灰再埋葬？”江晨他3两步走上前，掐住柳依依的脖子，双眼猩红：“你不是说当年我妈是瞧不起你的出身，才阻止我们？”柳依依被送出国后，江晨因为此事和江母闹矛盾，闹了好几年。那时是我妈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照顾。柳依依依旧摇头，委屈道：“我不懂，不就是虐个猫狗吗？至于小题大做吗？猫狗又不是人，你们这么在意干嘛？”江晨没控制好手劲，柳依依被他掐得脸颊通红，几近昏厥。保镖实在看不下去，在一旁提醒：“江总，再这么下去要出人命了。”江晨稍稍冷静，这才放开柳依依：“江晨，我们离婚吧。”我看着他，平静道。柳依依双眼冒光，她拉住江晨的手，江晨却甩开她的手，抓住我的手，恳求道：“老婆，我不要离婚，你原谅我。”我没理他，转身叮嘱3个保镖将挖好的坑填好。接着我又让他们把我妈右侧的新墓碑和新骨灰盒挖出来扔了。做完这些，我转身要离开，江晨小心翼翼地跟在我身后：“老婆，我送你回家。”“不用。”我摇头拒绝。由于我状态不好，开不了车，我喊了个代驾。这一路江晨都开车跟在身后。
奇怪的是，我回到家后，他没跟着上楼，反倒是驱车离开。睡觉前，我给身为律师的闺蜜打电话：袅袅，离婚协议书你好了吗？隔天一早，江晨回来了，他手里拿着一个新玉镯，心智冲冲冲地喊我起来：老婆，新买的玉镯，这个比前天那个地黄绿更好看，适合你。我瞥了一眼，是个美人镯，成色来看，确实比前天的地黄绿玉镯更好。只是只要是江晨送的礼物，我都不想要，还在生气啊，老婆。我瞥了一眼他的手机，眨了眨眼，饿了，帮我煮个米线吧。好咧，老婆。江晨以为我消气了，屁颠颠去厨房做早餐。我迅速拿起他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，窃听软件还在，昨天没有声音，估计他一直没联网。我翻出他和柳依依的聊天框，最新的聊天记录是半个小时前。哥哥，睡了我就不能生我气了？谁都有犯错的时候，而且我犯的错又不是什么大事情。江晨秒回他：妖精，昨晚那么浪，我迟早有一天要死在你身上。我冷冷一笑，果然，这狗是改不了吃屎的。我本来还想在走之前和江晨做个告别，现在想想，算了吧。我迅速订了下午回我爸家的飞机。离开前，江晨给我的东西，我一个都没拿，包括那101只镯子。临走前，我扔下一张离婚协议书。刚上飞机，我立刻拔掉手机卡，换成新买的手机卡。傍晚，我回到家，我爸对我的出现感到意外。他见我拖着大大的行李箱，什么都没说，转身进厨房做了一大桌子菜，又拿出一箱啤酒。今晚我们父女俩喝喝，好好唠一唠。好，爸爸。我开了啤酒，和我爸碰了碰酒瓶子。我爸像小时候给我包了满满一盘虾，压低声音道：闺女，要离婚了。他的语气没有任何责备，反倒是充满了关心。想离婚了。我拿起包好的虾，沾了沾酱料，放进嘴里。有爸爸在身边，真好。我爸又给我加了一个鸡腿，宠溺地摸摸我的头。离了也好，闺女，我和你妈商量要生孩子时，我们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这一辈子要用的钱，你永远有试错的资本。婚姻也好，事业也是。其实我爸从一开始就不看好这个婚姻。江晨向我求婚那晚，把我爸妈都邀请过来，见证我们的求婚。也是在那晚，江晨一激动，喝多了，他摇摇晃晃进了洗手间。那时，我爸后脚跟着进去。他说，他听到江晨在喊别的女人的名字，依依，依依。我爸当场就揍了江晨几拳下去。江晨瞬间酒醒，他跪在我爸面前，解释他是喝醉了才胡言乱语。爸，我真的想娶许嫣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名下所有的房子都可以改成只写他一人的名字，他要股份，我也可以给他。那晚，我爸把我拉到房间里，问我嫁不嫁。当时我被我爸妈保护得太好，而且当时的江晨还没有出过一次轨，我想试一试。我说嫁。我爸叹了一口气，他要我给他承诺，嫁过去可以，要是怀孕了，你想生下孩子，你要第一时间要告知我。我点点头，当场对我爸发誓。我爸又叹了一口气，还好在这段糟糕的婚姻里，你没有生孩子，那个孩子你也留了，否则生下来只会纠缠不清，一错再错。其实在我得知怀孕前，我早就有了离婚的念头，只差一个时机。而那天我在我妈坟前流产，那一瞬间，我有了必须离婚的念头。这段时间，我打算在我爸家常住，再开个小民宿打发日子。我本以为留下离婚协议书后，江晨会默默签字，
毕竟他估计早就想光明正大的和柳依依在一起。没想到刚过3天，我准备出门去逛街时，刚出小区就撞见江晨。他脸色很差，连胡子都没刮，身形瘦削了不少。他带着他送我的101只镯子，身上穿着我织的灰色毛衣。那件灰色毛衣是2年前我送他的生日礼物。从我认识江晨那1年开始，每年一到冬天，他就喜欢穿一件黑色毛衣。那件黑色毛衣被他洗到发白，穿到起毛，可江晨依旧舍不得扔。我实在看不下去，于是特意花钱找师傅学了3个月的织毛衣，给他织了一件新的。那天我送他时，他双眼一亮，宠溺地看着我：“老婆，你织的呀，我好喜欢。”可他只是嘴上这么说，也就第2天在我面前穿过一次。往后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穿那件起球的黑色毛衣。我理解不了，有天问他：“是我织的不好吗？你怎么还是喜欢穿那件起毛毛衣？”江晨捏捏我的脸，拉我进卧室，打开衣柜。老婆亲手给我织的毛衣，我舍不得穿，现在挂在衣柜正中央，每次拿衣服我都能看得到。当时我心里甜甜的，被他哄得很开心。直到后来，柳依依第1次关注我的社交账号，她私信我，我才知道，原来那件起球毛衣是柳依依出国前给她织的。江晨看到我，心底一喜，他拉起我的手哄我：“老婆，还在生气呢？你看，你喜欢的镯子我带来了，你织的毛衣我穿上了。老婆，别丢下我，好不好？”他可怜兮兮的语气，温柔又深情地看着我。如果不是这3天，窃听软件时不时传来江晨和柳依依啪啪啪的声音，我差点又被他蒙骗了。现在看来，当时和他结婚，并不是我恋爱脑，而是他段位太高。他是渣男中的渣男，渣男中的战斗机。离婚协议书早点签字，我们好聚好散，不要撕破脸。我冷冷地看着他这种深情的脸，转身想离开，免得将刚吃的午饭吐出来。可江晨先一步拦住我，他语气坚定：“老婆，这3天我好好反省了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气？你气我买的镯子不够贵，我又订了只更好的玉镯，后天就到。老婆，你跟我回家好不好？”我气乐了，相恋6年，结婚4年，我怎么以前就没发现他偷换概念的能力那么强，他的脸皮那么厚。这段婚姻之所以走向结局，明明是因为他这3年来一直在出轨，在伤害我，而现在他轻飘飘的一句：“是我嫌弃买的玉镯不够贵”，把责任全甩到我身上，甚至还觉得他一求我，我就会回头。谁给他的自信？江晨，你真是够离谱的。既然你搞不清楚状况，我现在最后和你重复一遍，我不想要你了，我现在只想和你离婚。江晨一愣，黑眸泛红，他伸手想要来抱住我，被我直接推开。老婆，你怎么突然态度这么强硬？你是不是道听途说什么，又误会我了？最近这几次我惹你生气，送你镯子的事，我都可以解释的。他说着，打开带来的首饰盒，指着里面的一只玉镯。这只地黄绿手镯，我送给你，是因为柳依依那天要寻死觅活，我担心她想不开，才陪着她去过生日。我总不能看着她真死在我面前吧？这只贵妃镯，你生日那天我送你的，因为我和几个狐朋狗友玩真心后大冒险，我输了，他们让我在朋友圈发前任合照，我才发朋友圈的。还有这只雕花镯，我听得不耐烦，走到小区门口点了一杯奶茶。江晨跟在我身后，依旧和我解释，直到他说话越来越心虚。我吸了口奶茶，
直接打断他：“你问问你自己，你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你自己相信吗？”江晨见我依旧想离婚，慌了：“老婆，实话和你说，和你求婚那一天，其实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想回来和我结婚，可是我拒绝了他，就是因为我拒绝他，他才赌气和前夫闪婚，1年后闪离。”江晨说着，声音越发内疚低沉：“我现在对他好，是因为我真的对他很愧疚，我感觉我欠他很多。你想想，哪怕他真虐猫了，可是她一个女生被我妈逼到孤身一人去国外，那得多可怜啊！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不会再和柳依依接触了，你回来可以吗？”我吸奶茶的动作一顿，我没想到他向我求婚那天，原来柳依依也求着和他结婚。其实6年前第一次见江晨是在一个商业聚会上，那天我穿着白色礼裙，和闺蜜袅袅一起在聚会上艳压四方。我们向来奉行及时行乐，过好当下的真理，在跳舞环节嗨得不行。当时跳到一半，江晨走近打断我，将西装搭在我腰上。我正疑惑他的举动，想骂他时，他弯下腰，压低声音：“美女，姨妈粘到裙子上了，拿我的西装挡挡。”我脸颊瞬间发烫，多谢。也是那一瞬间，我留意到江晨这个宜春首富的独生子，他和外界形容的一样，是一个细心、体贴、温柔的高富帅。没想到当时他向我求婚之际，在柳依依和我之间，他选择了我。我胃里一阵翻滚，妈的，真是恶心死了！我冷冷盯着他：“你和我说这些，是不是以为我会感动，会原谅你？”江晨，他闪婚闪离不是我造成的，也不是你造成的，他做了错误的决定，就该自食其果。但是你却让我背了这个锅，你放任他插足了我们的婚姻，你总是自以为是，自以为能掌控一切。我真的越来越恶心你了，我听不下去，起身就要走。江晨又来拉我的手，我真的没有碰他，我们是清白的。老婆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撒谎！我猛地甩开他的手，一字一顿：“昨晚你们做了2次，前晚做了3次，大前天做了2次。江晨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这么虚伪？”我吼得很大声，周围不少人看过来。江晨心虚地低下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再不签字，我就起诉你婚内出轨。”我转身就离开。江晨冲着我的背影喊：“老婆，我们之间真的一点挽回的可能都没有了吗？”没有，我只想离婚。半年后，我如愿开了一家我的小民宿。午后，我经常和3、5好友坐在一起喝茶聊天。离开江晨后，我内心是少有的平静。闺蜜袅袅突然给我打电话：“宝，回来吧，明天开庭离婚。”好，我订了晚上的航班回去。隔天开庭，江晨还是不想离婚。令我意外的是，柳依依居然没来。江晨一一细数着他给我买的镯子，为我做的事情，说的法官都感动了。最后这起离婚案判定为改日再开庭。我刚走出法院，一辆白色轿车冲了出来，柳依依坐在驾驶座上，猛地踩油门，嘴里念叨着：“贱人，你给我去死！要不是你抢走陈哥，我怎么可能冲动嫁给那个渣男？闪婚闪离，落得2婚下场，凭什么你都离开了，江晨还不愿意娶我？他甚至还怪我，是不是你给他下蛊了？既然如此，你去死吧！”我呆呆地看着冲来的轿车，根本来不及闪躲。突然，一抹熟悉身影冲到我面前，江晨直接推开我，他被柳依依直接撞飞，整个身体重重落在马路上，血流不止。法院的保安迅速赶来制止柳依依，周围有人报警。我看着江晨倒在血泊中，
内心毫无波动。我转身想离开，江晨拉住我的脚，一边吐血一边哀求：“老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”他动作幅度很大，血液流得更快。我冷冷地俯视着他：“江晨，我真的想和你离婚了，别再纠缠我了，你这样只会让我更恶心。”江晨呆呆地看着我，缓缓松开拽住我脚的手。我抿了抿唇，迅速上了袅袅的车，不想再掺和这些事。隔天我坐飞机回民宿，6个月后，我再次飞回宜春。这一次，离婚判决书如愿下来。当晚，我和袅袅吃火锅庆祝。说真的，这两人也是活该啊！江晨被柳依依撞得半身不遂，柳依依被判刑，我有些意外。江晨舍得让他坐牢。袅袅开了瓶可乐，咕噜噜灌了几口。这你就不懂了，他都被撞得半身不遂了，能对柳依依有好感吗？现在在他眼里，柳依依是害他离婚和半身不遂的罪魁祸首。再说了，江晨爸妈也不会放过柳依依呀。我眨了眨眼，夹起一块鸭血放进嘴里，管他呢，老娘现在单身了，晚上我们去浪一浪。遵命，我的宝。番外又过了半年，我吃到了一个瓜，关于江晨和柳依依陈年往事的瓜。听闻江母当年不仅仅是调查过柳依依，还私下找了大师给江晨和柳依依合过八字。大师当时看着两人的八字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语重心长道：“不妙啊，两人八字相克，属于极其不佳的姻缘。此女的生辰八字将你儿子克得死死的，甲辰年，也就是几年后的2024年，你儿子八字中将有一大劫难。倘若他和此女还有接触，将被他害得运势全毁，家破人亡。”江母当时吓得花容失色，才下了狠心将柳依依赶出国。而我吃到这个瓜时，正坐在我民宿的花园里，和我的小奶狗下棋。巧合的是，我爸上个月刚找大师给我算过命，大师说上一段婚姻是我的一大劫难，自此我往后一帆风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